2026年第二季度结束了，受 AI 狂热的影响，美国 AI 硬件板块创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单季涨幅啊！费城半导体单季史诗级上涨将近87%啊！但在疯狂的季度尾声，韩国综合指数在过去7天触发了2次熔断，下跌了将近9%，费城半导体也下跌了8.9%，说明市场对 AI 板块的多空分歧愈加严重啊！大量的投资者选择了获利了结，这不禁让我们放下情绪，冷静地思考一下，这一波 AI 硬件投机的超级牛市是继续接着跳接着舞，还是出现了见顶信号啊？我想通过市场情绪的角度上来说一说我的观点。我们知道，资产价格往往反映了市场的情绪，而韩国综合指数是 AI 半导体领域最前沿的情绪领先指标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，没有内存，GPU 就无法运行。比如 Meta、Google 这些大厂想要扩展他们的数据中心的算力啊，他们就要首先规划需要多少张英伟达的 GPU，然后迅速跑去抢内存啊。因为 GPU 是系统级产品，由英伟达统一调度，等待周期往往是几个月，而内存是全球大宗商品啊。三星、海力士、美光垄断全球将近90%以上的产能，而且很难扩产啊。等待周期是 GPU 的1倍以上，所以要去锁定内存的未来产能。我上一期视频中提到，高盛预计到2030年，企业对 AI 基础建设的5.3万亿投资的第一站就是内存啊。而我们知道，美国搞 GPU，韩国搞内存，三星、海力士占整个韩国综合指数将近40%，而实际的影响超过了50%，因为投资高度集中在这两只股票当中啊，市场对内存的供需极度敏感，所以韩国综合指数就是名副其实的高杠杆 AI 指数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在过去的一个季度上涨了将近70%，高点达到将近90%，吓不吓人？我们知道，韩国综合指数可不是小股票，它是韩国股市的大盘呀，相当于中国的沪深300，美国的标普500。一个季度高点将近90%的涨幅，说明投资者对 AI 投资的情绪已经到达了顶峰，属于极度疯狂的状态啊！老股民都知道情绪对市场的重要性，情绪的顶点往往就是泡沫爆开的起点呀，因为情绪的转换是非常快的。我上周刷到了一个韩国女孩的视频，她走在大街上说：“这是我20多年以来经历过最好的夏天。我卖了股票，还清了我的贷款，我选择了辞职，我手里有充足的钱可以带我去全世界旅游，去感受这个世界。”我还看到了一些韩国人卖了 AI 股票去买豪宅啊，去展示他们的新房子等等。与此同时，我发现我周围从不关心投资的朋友，手机里也会刷到 AI 相关的股票啊。我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，叫做擦鞋童理论。一个华尔街大佬约瑟夫·肯尼迪，也就是之前美国总统肯尼迪他老爹啊，在华尔街街角找了一个擦鞋童帮他去擦皮鞋。在擦鞋的过程中，擦鞋童开始源源不断地向他推荐几只他认为必涨的股票。大佬听完以后一身冷汗啊，因为没有任何金融知识，擦鞋童都在股市里赚到钱了，连最底层的人都已经把能用的钱都已经投到了股市里头，说明这个市场上最后的场外资金都已经用光了，没有新的资金会进来接盘了。一个月以后，1929年，美国股市大崩盘，股市连续下跌了3年，累计跌幅将近90%啊，最终导致全球大萧条啊。我不是贩卖焦虑，我是在说情绪的重要性。情绪是走势的转折，而不是立马崩盘啊。牛市可能继续非理性的持续更久啊。所以这不是投资建议，你们也不要听我的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市场瞬息万变，但作为老股民的我，我在23号的视频中已经表明了我清仓了。我认为我看到了见顶信号，最起码是短期的见顶信号啊。历史不会完全的重复，但总是相似的。之前的黄金也出现过一模一样的信号。有的人会说，我做股票我只看业绩，美国股市里业绩决定股价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是在这个逻辑是建立在你是一个长期持有者，你的现货可以带你穿越牛熊啊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过去的2个季度，英伟达哪次财报不炸裂？但为什么2次都跌？可口可乐在新冠的时候腰斩，那是因为业绩不好吗？这就是情绪啊，这就是宏观情绪。
但是你如果是做短线的、投机的、做 T 的等等，如果你不考虑市场情绪，那我只能说你是略显稚嫩啊。我不知道 AI 概念股还能走多远，大家也不要听我的，我所说的也不是投资建议。祝大家发财，祝我被踏空啊！